大家好，我是摩登学院的雨琦老师。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来录制一期线上课啊。然后大家有看到现在呢，我们模特的小姐姐的一个原生的发质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位小姐姐呢，她其实在去年就已经烫染过。她这个发质呢属于一个3段发啊，因为呢发根是新生长出来的3度色，然后呢在中间这一节呢是在5度左右只染了一个颜色，发尾这个地方呢就又染过，然后又烫过啊。那现在也能看到她发尾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卷存在的啊。上一次呢，记得给她烫的是一个比较造型烫的一种感觉。那这一次呢，想给小姐姐来稍微做一点点的改变啊。那我会从发根到发尾都给她整体烫一个比较复古港风的一个大波浪。那这个发型呢，在这2年呢也比较的火啊。那我们在烫完之后呢，这个地方一蓬松，它会比较修饰我们这位小姐姐现在的脸型。因为呢，我们在仔细观察过后会发现这个小姐姐呢，她太阳穴这个地方呢是比较窄、比较凹陷的。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头包脸的状态？那我们需要把这个位置给它烫蓬松那发尾的地方呢就自然一点，所以整体的卷度呢会在中上区来去呈现然后包括前侧的边缘层次包括它前面的刘海让它整体层次的提拉，让它的脸型看起来会更加的精致然后这个头发呢，我们要先染再去烫发。现在你能看到的颜色呢就是这样的。那这样的颜色在我们操作当中基本上都是先染后烫，那也可以保证不掉色。那一会儿呢是怎么样操作可以保证不掉色的？那大家敬请期待现在呢，我先来进行做一个颜色处理。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位模特的颜色呢已经做好了，然后呢，我要开始进行裁剪那在裁剪时，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个剪发设计的思路那我会修剪到大概3到5公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前侧刘海的地方。那我们通过它的一个五官会观察到其实它的上庭这个地方它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窄的就不是很宽。所以呢，像这样比较窄一点的上庭呢，更适合做中分刘海所以在刘海的设定上呢，我会给它烫一个中分。但是这个中分的刘海呢，我们不烫那种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 C 型，那我会跟后侧一起连接去烫一点点的波浪这样子做完之后会比较有混血风的那种感觉，更加的修饰脸型然后再来呢就是层次，我会设定在2:2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其实在这2年呢比较多一些但是呢在明年那包括在后年，可能高层次的流行呢也会越来越多。但这个高层次呢，不代表说我们要剪一个菱形或者是说一个小碎发呀这种的一个高层次。那么这个高层次它只限于在我们顶区的这个地方，它让我们烫完之后的卷度会比较有一个轻盈的感觉所以呢，在下侧保留厚重，然后在上侧我们要保留轻盈这款发型呢，在裁剪时的设计呢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呢，我开始来进行裁剪。好，来看一下我们后侧的地方呢，依然是把它划分为3份1份、2份、3份。那么每一份呢，我们都采用锯齿划分，这个锯齿的深度呢，大概在3公分左右然后在上区呢，跟之前呢会有一些这个调整跟改变但是底区这种裁剪方式真的是比较的好用所以呢，我们也用了比较多年。像我们一般在做长发的时候呢，都可以用这种裁剪的方式来去做它的一个内部结构。这样子我们烫完的卷度呢，它发尾的地方它会更加有通透感。因为有的时候裁剪的发尾这个地方过于整齐，烫完的卷呢，它是非常的有钝感的，所以看着不通透。整体来讲就不是很好看我们烫卷的裁剪不是为了我剪完之后吹完多好看，为了我烫发的排杠，以及为了我烫发最后所呈现的美感去考虑的这款裁剪方式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它对不对称不重要，连不连接不重要，只要跟我的卷度能搭配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烫发当中裁剪的一个核心。
那我现在呢，上下2层都已经剪好了。剪完之后呢，发尾这个地方呢，如果纵向提拉起来，它就会是有长有短，有长有短啊。那么有的人可能会通过调亮来去让我们的这个发型会更加有通透感，但是有的时候调亮调不明白，它就会出现烫后毛躁啊。然后呢，包括下牙剪的时候，这个切口啊，它会特别的整齐，都会影响我们整体发型的美感啊。所以在烫发当中呢，其实如果发量不厚的情况下，那我是很少调亮的，基本上只是发尾去做一个简简单单的柔和。然后现在呢，顶区这个部分我们就把它保留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会儿我要做不连接的一个地方啊，让我们整个卷烫完之后上面会更加的轻盈一些，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是留到最后再来裁剪。那现在我们侧区这个地方呢，也是上下划分2层，一样的是锯齿划分，深度为3公分啊。那跟我们后侧的裁剪是一样的，侧发区只要分为2层就足够了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整个下半部分的区域呢，头发已经剪裁完成，那只剩一个顶区是我没有动的。那么顶区它现在的底线跟我下面的长度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呢，我需要来去做一个层次。这个层次的建立呢，在2:2啊，因为2:2的话呢，我们烫完它还会再进行回弹一点，所以各位在湿发裁剪的时候，可以稍微预留一点点的长度，2:2稍微再靠下一点点，这样子为我们一会儿烫完的回弹来去做一个准备。那首先我在后部发旋的这个地方先找到一束头发那么这束头发呢，千万不要太多不然的话一会儿它的切口会非常的整齐，会影响整体的美感。那么现在呢，这条头发呢，我的层次设定呢在2:2，那我会稍微的靠下一点点因为这样子呢，我烫完之后它回弹才是我想要的长度。OK， 剪掉。那如果说顾客的头发要是比较短的情况下，那你的层次呢就也不要太高所以只有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中长中短，在胸左右这个位置设计2:2这个层次，它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有一些女孩子发尾的地方它会比较飘，这种时候你的层次如果太高，你的发尾看着就没几根了所以它就没有厚重感，所以它也不好看。所以在剪的时候，层次到底该如何去设定，我们主要看头发原本的一个状态特别像沙发自然卷的，那么层次就不建议设定的太高，万一你烫不好毛躁了，那反而会影响我们整体的一个效果。所以层次什么的这些都不是绝对看我们顾客的需求以及你想要设计什么样的发型。到后部的最凸点枕骨区，发片向上提拉，再向上提拉，再向上提拉，提拉成一个垂直地面的一个状态，然后手指位进行倾斜。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最短的地方的一个长度跟我们现在底线的长度然后呢我们用点剪的方式把2点之间做一个连接，所以它有一点点小断层的感觉，但是它是那种就又断的不是很明显微微还带点连接的感觉，这样子我们烫完的卷它才会比较有层次感。那你看我这一片剪完之后，它之前去年烫的卷的纹理就已经出来了这我们烫完之后才会更好看。一个好的烫发裁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裁剪不需要过于太复杂简单粗暴，快速能出结果的裁剪对于烫发才是最好的。继续找到刚刚的引导。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头发左右的一个对比这只是裁剪完之后的一个效果。那正因为我这边它是剪了有层次的，所以能看到这个卷的纹理呢，它已经呈现了那么这一侧是没有剪层次的上侧的头发也是比较长的，所以这一侧头发就比较垂一点。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烫这种比较复古港风或者说顾客好打理自然睡醒就有一种慵懒的状态，那么建议剪这种层次，那一定是最好的。如果你直接剪齐的，或者说你的层次只在3:1或者特别低的情况下，那么顾客睡醒之后他就没有那种慵懒感而且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发根的地方烫不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发根烫不起来不一定只是烫发的问题，也可能跟我们的裁剪有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么长的头发你怎么烫才能把发根的地方烫得过于这个能烫蓬松呢？所以一定是通过我们的层次跟烫发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配合。所以在烫发当中裁剪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那么后侧效果能看到啊，它整体的这个纹理啊都已经呈现了。我相信，就算它不烫啊，按照它去年烫的这个卷度，在家随便吹一吹，都整体的形体会比较好看了。那你看它发尾这个地方也是量比较少啊，所以呢，它这个头发发尾的地方都不需要做柔和了啊，就调一调前侧的发尾，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烫发了。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头发已经裁剪完成啊，因为不是那种专业正儿八经的，就是把它剪得有多么的好看，所以呢，我就没有刻意的就全头都吹得特别顺啊，只是呢，在我想要调整的地方呢，把前侧这个地方，因为它剪了层次嘛，所以这里会比较厚一些，所以我就把这个厚的地方啊，用牙剪简单的去做了一个量感的调整，这样子烫完之后呢，那前侧的这几条。这个边层次的这几条，还有后侧层次的这几条啊，觉得烫完之后它会比较的有层次感一些，然后上面会比较的饱满。顾客在家自己随便用手一抖，然后包括这个刘海整体向后向左，或者是把这个中分偏分啊，这整体的效果都可以，都很好看啊。那因为我说烫发的裁剪跟我们正儿八经的裁剪不一样啊，所以在裁剪当中我一直都是边去想象我烫完之后的效果，然后边去按照我想要的结果啊，来进行去做这个裁剪的一个搭配啊。然后其实整体来说，你看着是2:2，如果说2:2正常剪一个圆形连接，那它可能会变得比较菱形，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它会比较的蓬，然后这个地方它又比较的收紧。但是你看我这个剪完之后的一个状态，就是它上侧地方是比较轻盈的，看到没有？这里是比较轻盈的，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它又比较的厚重，它不是那种纯菱形的一个效果啊，只是上侧跟下侧这里会有一点点的虚连，就是虚连接啊，就呈现的烫发效果就会比较的好看一些啊。然后这个刘海，那我刚刚呢只是简单的给它稍微吹顺了一下啊，就方便我调亮，也没有打算说想吹一个什么样的型啊。就是我们做现场的，就是因为顾客都已经确定要烫了，你可能就没有必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简单修出你要的效果就可以了啊。看侧区这个地方啊，它就比较有线条感。你说这种线条感靠烫，那怎么能烫出来呢？它一定是裁剪跟烫的一个配合，这样呢才会比较有效果。然后看一下我们顶区头发的长度就是这么长，就是这么长。然后你看我们底区的长度啊，底区的长度有这么长，看到没有？整体下落之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啊。OK， 然后现在呢，我就开始来准备烫发。你也可以先软化，软化完之后再剪，其实都一样的啊。那只不过是说，如果我现在没顾客，我也不是很忙，那我就先剪了，剪完之后就修饰，修饰完再烫。但我忙的时候，我可能就先去软化，软化完再剪，其实都一样的，不影响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头发呢，现在准备来进行做一个烫发啊。然后呢，在染颜色之前，我给大家看了它原生发的一个状态，发根健康。发中中度受损，发尾就已经极度受损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毛躁，然后又特别的干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样能让发尾的质感更好，然后发根的卷能更饱满、更蓬松啊。所以在软化当中就尤为的重要。那现在大家所看到推车上这几个产品，都是一会儿我烫发时会用得到的，因为我们所用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针对我的产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呢，前提你要去测一下你家药水的药性是什么，因为现在的药水它都有这个健康发专用、受损发专用、极度受损专用，所以你要先去了解你药水的药性，然后你才知道它软化的速度，你才能精准的去掌握你的软化。只要软化搞定了，其实我觉得卷杠子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不折发尾，烫完之后弹性都不会差啊。所以在烫发当中，软化是最重点的一个核心啊。那前期呢，就是我们先了解产品。那第一个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用的产品。现在我手里面拿的这个药水呢，叫 T+。这个 T+ 呢是我今年新做的一个，它的碱性会稍微高一些。像一般那种头发特别抗拒的呀，沙发呀，特别像秋冬季节，软化10分钟、20分钟都扯不动的，那你完全就可以用这个药水，软化速度是极快的。但是受损发肯定不能用，因为你可能没涂到最后一片的第一片就已经不行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是针对于健康发专用啊。
然后这个呢是 T1啊，它是针对于就是正常发，比如说我这个头发它也不粗硬，就是一个正常发质。你说它很软吧，它也不至于很软。然后呢没怎么烫过啊，这种情况你用 T1是没有问题的啊。碱性值呢在8到9左右。然后再来看这第3个，这个药水呢叫 T2啊，就我们家用的就是这3个。这个药水呢，它是专门针对于头发特别受损的，比如说我已经烫染过2、3次、3、4次了，发尾有一点点的棉，那我上一次烫完之后，头发发尾的地方有点干，有点分叉啊，那这种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去涂抹你的发尾。其实我们烫头发跟染颜色是一个道理啊，那烫发也一样，上边健康我们就用健康的药水来调配，下边受损我们就用受损的药水来调配。所以在我们烫发的原理当中，我不会先涂发根，再涂发中，再涂发尾，这是很多人做软化时会犯的一个问题。就如果针对于这种2段3段发啊，你发根先软化，然后软化差不多了，你又软化发中，然后又差不多了，你就发尾轻带3到5分钟就冲水了。这是80%啊，就是做烫发的人都会按照这个流程来。那说实话，我前7、8年烫头发也是这个流程，但是后来会出现一个问题，上边软化时间太久，下边软化时间太短，烫完的花型就特别不均匀。所以呢，我现在是上边软化上边，下边软化下边，同时进行，同时操作，只不过我的药水调配不同。做完之后，整体花的均匀度特别好，而且发质的健康程度也是比较好啊。所以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3个药水的酸碱值。现在呢，我手里边拿的是一个酸碱值测试纸然后把这个测试纸打开它会有很多的小色条。那打开之后，这边有个小色板，色板上会有很多不同的颜色。然后把这个测试纸放到你的药水里，它就会变色。那变成什么颜色了，你就放到哪个下边去做对比，看一下你的药水的酸碱浓度是多少那酸碱浓度越高的，那软化就越快；那碱性越低的就是偏酸的，那这种软化速度就比较慢所以呢，我一般像我出去上课呀，用的产品都不一样。那这个产品我已经了解了，我不测我也知道怎么用。但是我出去上课的时候，我用到不同的产品，那我就会买一个这个东西来去测所以呢，建议大家家里边都去备一些这个东西。这个纸条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黄色的，然后呢，我拿出来一条，然后呢，我先来测试一下这个 T 加，大概放进去也就是个2、3秒钟，你们在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然后拿出来那能看到现在它是一个这样的深绿色。那我们来继续再来测试第2个。那接下来呢，我要测试的是 T1。总有人说老师，我家就有一个药水，我用药水里边加点营养加点水，可不可以去调节药水的这个药性？你加营养加水，它只能起到稀释，但是酸碱值是不变的，因为药水里边它含有这个氨然后还有硫代。那么硫代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需要另外一种硫代来去同比降低它的酸碱浓度。那水里面又没有硫代，所以它降低不了酸碱值。那么 LPP 里或者是营养里它也没有硫代就球基乙酸这些东西，就化学成分上那么它也降低不了酸碱值。所以水跟 LPP 它只能起到一个稀释作用所以呢，我们现在烫发就是你的药水一定要备有几个不同酸碱值的什么品牌都不重要。就酸碱值要了解清楚，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样的发质都可以操作。再来看一下那么它的绿呢就比另外一个要稍微的淡一点点，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呢我不想做那么就碱性超级高的，就像我们前些年用的时候那种大桶的软化剂，它可能都已经变成蓝色了，那种像以前做离子烫的时候用的会比较多但是现在呢，女孩子的头发都是比较受损的，因为她洗发的频率在变高，那么她自己在家吹头发的频率在变高，那她自己做造型的频率在变高，所以都会使头发造成伤害。就说白了，你现在1个星期你也遇不到一个健康发，基本全是受损发，所以你就没有必要买那么碱性高的药水来去用。再来看这个药水，那这个药水呢，它就是啫喱状的那一种但它不是快速烫，它就是正常的热烫。把这3个呢放到一起做个对比这是高碱然后这个也是高碱，只不过它比它要稍微的淡那么的一丢丢。然后这个呢也是碱，但它是低碱这个的酸碱值呢在 pH 7左右，然后中间这个呢 pH 9左右，那上面这个呢就差不多9.5到10了。10以上的药水也有卖的，但是我没用
我也没做，因为碱性太高了一般人是控制不了的。软化一旦控制不了，你后边涂再多的营养，用再多的酸去还原，都还原不了，受损了就是受损了。什么胶发还原呢？这种东西，它是不存在的啊。就大家做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应该也是了解的啊。所以这3个药水，那今天我要怎么去调配？今天这个模特在她发中跟发尾的地方都是比较受损的，所以我会先做一个双重护理。那么把这一段的位置涂一遍小分子营养，小分子营养它就是一种遇水即化的营养，所以它的渗透力就特别强，就像女孩子护肤时用的那种爽肤水啊。所以呢，我会先涂一遍小分子，做一遍内部填充，然后再涂一遍 LPP。LPP 呢，我用的是这种，然后 LPP 涂上去做一个锁水，因为它颗粒比较大，所以它只能附着在头发的外表而不渗透，所以一个是补水效果，一个是锁水效果。做完双重护理之后，那我会去调配2份药水，一份呢是这个 T1 加水比例1比1。涂发根的地方，另外呢，我会用 T2 加水1比0.5涂发中跟发尾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药水调配。来，刚刚呢有几样东西就是没有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很多人说这小分子是什么？如果说之前学过我们的课程或者听过去年线上课的，他一定会有所了解啊。那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瓶呢，就是小分子营养，它是遇水即化的那一种啊。那我稍微挤出来一点点就放到手背上，给大家简单的去试一下。你看它就是这种流动的状态，看到没有就它是这种流动的状态，就像爆珠一样然后它直接就化掉了，那看水当当的就这种它的渗透力比较强，因为分子量少嘛，毛鳞片是非常容易吸收的，皮脂层非常容易吸收的，所以它渗透进去了之后，头发就会变硬变硬了它就比较有支撑力，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填充的一个作用。这个呢就是油性营养，就是 LPP。那我把这个 LPP 也挤到手背上，给大家看一下2个的对比这个东西不能挤太多。那你看这种白色的 LPP， 它就有点像女孩子护肤时的那个面霜，知道吗？就是它怎么涂它都不化，一直都是这种白白的，所以它的分子量就比较大，它只附着在头发的外表，根本就不能渗透。所以水性跟油性这是2个营养的区别。你们现在去买大部分都是这种油性的这它的渗透力比较弱，就它给你造成的效果就是一种假滑状态，涂在头发的外表摸着很滑，但是一冲掉就没感觉了，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渗透进去，只是在外表形成了一种保护膜而已。这个呢叫做隔热乳那我们以前做这个陶瓷烫的时候应该有用过一个东西叫做隔热油。那么隔热油呢，它是隔离热伤害的，因为我们以前陶瓷烫的那个温度特别高嘛，那现在我们都数码烫了，温度就没那么高，所以呢近几年就没有人去卖这个隔热油了，也没有人去用了但是呢有些头发如果不到那个高温，它就塑形不了，因为正常来讲135度以上氢键才能产生记忆嘛，烫后的卷度才能保持更持久。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针对于这些烫卷的，就是烫的卷一点的，我需要高温操作的，那我就会用到这种隔热乳那么像一些发尾特别薄的，那我卷杠子的时候发尾这个地方肯定是最先干的，那么有的时候一拆完杠子之后，这个发尾都干的已经粘到杠子上了，烫完之后的卷儿就会特别的僵硬，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发尾的地方涂一点点这样的隔热乳，然后再去卷杠子，它就可以隔离热伤害然后它是遇热即化，这种隔热乳它是遇热即化我放到手里给大家去测试一下。那你看我现在挤完之后，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乳白色的状态，我手心是有温度的那我用我的这个温度那你看我用我的手温就是这样子一揉那你看它就已经化成水珠的状态了，所以它是遇热即化，遇冷它就会凝固，所以你像我们加热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这种隔热乳它会粘因为它遇热它就化掉了，那杠子的温度那么高所以涂在头发上瞬间就化掉了，化掉它就会被填充，就会被吸收。那我烫发用的产品都在这里了，你看到我们摩登所有烫发时用到的
好，那现在呢，我们开始来进行软化啊。在软化之前，头发一定要是湿发状态啊。那我就不去冲了，我直接拿水壶把它头发给喷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发尾的地方在喷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水里边稍微加一些护理啊。像这么大的一个喷壶，小分子营养呢，我基本是按压10到15下左右。像我们门店的镜台上啊，那些发型师的水壶里边装的都是这种营养水啊。小分子护理放到水里边，它就会立刻融化啊，所以呢，在喷完之后，头发的吸收性也会比较强一些。那你看喷水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发尾这个地方一喷水就完全被吸收了，这就证明发尾的地方比较受损，因为它比较有空洞。为什么一定建议要湿发软化呢？因为湿发软化头发会软化的比较均匀，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因为药水是高碱性的，药水高碱性把毛鳞片打开，因为毛鳞片的张开，它会把水分跟营养输送到头发的内部，所以边软化还有一个边填充营养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一定要湿发软化，涂一点小分子营养来去做一个护理填充。发根的地方是不用涂的，只涂在发中跟发尾的地方。好，来看填充完小分子之后呢，头发就比较的顺滑了。这种顺滑它是那种变硬的顺滑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再来涂一点中分子啊，就是 LPP， 做一个外部的锁水。那像这个营养做完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做药水调配了。但是各位，如果你们在现场的情况下，顾客有加了这种烫前护理，那么建议你们可以用一些纳米喷雾机来去做一个这个喷雾，让头发的吸收会更好一点，而且顾客也能感受到它这个营养做的是比较有仪式感的。但是像我们这种烫发课程我就不做了啊，但正常在店里我们都是用纳米喷雾来去让它做一遍吸收。好，来，现在我们开始做药水的一个调配啊。2个碗，我要准备2份药水，一个是针对于发根的，一个是针对于发中跟发尾的。发根这个地方呢，我会用 T1 的软化剂，它的酸碱值在9。那么在它发尾这个地方啊，我会用 T2 的这个软化剂。那么能看到这个软化剂它是一个透明的状态啊。它就是这种质地的，其实跟我们正常的没啥区别啊。然后接下来加点水进去，这个过程叫破冰。那么这一个碗里边我加的水是1半 ，OK， 这就可以了，不需要用秤去称，看体积就可以了。这个里边加的是1:1。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头发的软化布局啊，因为我要烫发到发根，所以发根的地方保留一个3公分的一个原有支撑度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位置都是我要软化的部分啊，所以发根保留3公分啊，剩余的部分我们都要进行软化。那有看到现在整个下半部分都是我保留的部分啊，这里一会儿也要进行去涂抹，只不过涂抹的是另一份药水。但现在第一步呢，我需要把上边所有发根的地方先涂好我的高碱性软化剂。破冰的目的啊是打开毛鳞片，从而让我们烫完之后的头发光泽感更强，然后更加有质感。什么叫破冰？在你的软化里边加一点水，让你的软化处于在一种比较稀释的状态，然后渗透到头发的内部。如果你不加水，那么你的软化剂它会比较的粘稠，如果粘稠呢，它就会浮在头发的外表，渗透力就会比较弱，然后很容易出现软化一拉扯就脆断的现象。所以我们烫的每一个头发我们都会进行破冰，只不过每一次的破冰调配是不一样的。上边的软化都已经涂抹完成，这个时候我们是不等待的啊，也不需要停留，直接就涂下边。那么下边呢，用的就是刚刚我调的另一份药水，这个药水是透明状啊，就涂了跟没涂一样，但是它是有软化作用的啊，所以能看到一个效果，就是上边软化多，下边软化要少一些，量要少一些。所以上面软化会快一点，下边软化会慢一点。
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头发的药水都已经涂抹完成了。这个过程呢叫破冰啊，然后能看到我上面涂抹的量多，下边涂抹的量少。上面用的是高碱性药水，下面用的是低碱性药水。它这个破冰的时间停留呢是5到8分啊，这个大家做好笔记啊。然后呢，现在趁着这个破冰等待的时间，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药水的调配，因为我们不同的发质药水的调配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全都按照我这个方法来操作。那万一你碰到的是4段发，又或者说你碰到的是2段发，那么你的调配跟我就不一样了。我这个现在是一个3段发的操作流程啊。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电视啊，上边我把发质分为4种。第一个健康发，那么健康发我们可以选择酸碱值9的软化剂加上水，比例1比1来去做这个破冰。那如果说头发是轻度受损，什么叫轻度受损？烫染过1到2次就叫轻度。这种轻度受损状态呢，我们用酸碱值8的软化剂加水，那么比例也是1比1。那么第3种中度受损发，什么叫中度受损发？烫染过3次以上的这种都叫中度受损啊。那么这种中度受损发一般是在这种发尾啊、发中啊会比较多一些，没有人刚开始发根它就已经中度受损了啊。那么中度受损呢，酸碱值用7的加水，然后比例1比1。最后一个极度受损发，当我们头发已经棉掉了，一点支撑力都没有了，那我就奉劝各位一句，就别烫了，因为当头发没有支撑力的时候，就算你烫完，用你的造型技术你能吹出效果，顾客回家也是无法打理的。所以什么叫极度受损？这个我们要去衡量好。如果说漂过，但是是轻漂，什么叫轻漂？比如说你用的是漂膏，然后褪色之后头发还是比较这个有支撑力的、有硬度的，那么也可以烫。但如果你用漂粉漂了2次，漂了3次，然后漂到9度、10度了，一梳都已经有断掉的了，然后一冲水就很绵，吸水量超强，这种就不要烫了。所以这个极度受损，它是指烫染过4次以上或漂过1次，这种状态我们还是可以烫的。那么酸碱值用7的加水，比例1比2，那你就要用到低碱性的软化剂。所以4种不同的发质，你的破冰药水调配不同，那加水的比例也不同，所以各位根据你的发质来去做药水调配。那你像我今天这位模特，发根是一个健康，所以我选择9的加水，但它的发中跟发尾已经达到了中度受损，因为都烫染过3次了，就中度受损，那我就用7加水。所以今天这款发型我是用2个药水的结合，第一个健康跟第3个中度。那如果你要碰到一个2段发，1年之前染过1次，发根3度，发尾7度，那你就可以上边用健康，下边用轻度受损，就是换着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去把你的药水调配来去组合。所以它的3段发、2段发操作并没有那么的复杂。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破冰的时间已经到了，有5到8分了。然后我现在来开始涂第2次的软化。第2次软化时，这个药水呢，它跟之前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上面用的药水里面又加了一些高碱的啊，所以它会比较稠一些。然后下边的地方呢，我也加了一点点碱性的，但是它会比上边的药水要稍微的稀一点点。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稀释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专门用来涂抹下边受损发部分的。破冰5到8分，它是有一个状态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拿2、3根头发轻轻拉扯一下，你看你是否是扯动不断？这种状态就说明毛鳞片已经打开了，破冰已经 OK 了，你就开始涂第2次的软化。破冰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在前面帮你探路。如果你破冰的时候头发就已经不行了，那你第2次你就要考虑去做硬化呀、做填充啊、做还原，就往回拉一拉。那如果说你破冰时还扯不动怎么办？那也没关系，你第2次的药水你就可以调配的稍微烈一点，因为破冰时都扯不动，就意味着头发还是蛮健康的，所以就是在前边先帮你探探路，然后你就知道你第2次药水该怎么调，这样你的软化就不会出现失误。现在是一个2、3根能扯动的状态啊，然后我上边依然用高碱性的涂抹，这个我就一起涂啊，然后发尾的地方用另外1份药水。
破冰的药水是可以刮掉的，不刮掉它会影响你第二次药水的一个渗透啊。比如说我破冰的时候就已经弹性非常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刮掉做填充。那如果破冰还扯不动，那你就刮掉去涂高碱性软化剂。那如果说能扯动那么一点点就是不硬但是它也达不到我想要的软化程度，那你就可以不刮，直接涂第二次。第二次涂抹软化的量明显比第一次涂抹的量要多，这一次才是真正的软化。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第二次的软化都已经涂抹完成了，那它也需要这个等待的时间这个第二次等待的时间基本上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的破冰加软化一共时间也就是15到30分钟之间，你的软化千万不要在30分钟以上，因为这么高碱性的东西在头发上停留时间过久，对头发会造成一定的伤害的烫完之后会干会毛躁这种情况。那如果软化太快，它又容易有假象，那就会出现软化明明到了，但是烫完没卷度没弹性，软化越快烫后的弹性就越差，所以软化它是有一个时间值的，15到30分钟是一个标准时间。来看这个是我们软化内部的一个药水调配来看第一个健康法，我会选择酸碱值9的软化剂，你就不用加水了，因为你破冰已经加过水了，你的软化就不需要加水了，这种健康法。第二个轻度受损发，选择酸碱值9的加水1:1。第三个中度受损发，选择酸碱值8的软化剂加水，比例同样1:1。第四个极度受损发，选择酸碱值7的加水1:2。那么你像它的发质发根健康的地方，我刚刚就是用了T1没有加水的，然后发尾跟发中，因为头发已经达到了中度受损嘛，所以我就用酸碱值8的就 T1 加 T2 稍微调了一下，然后加水1:1来去涂抹我们发中跟发尾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次的一个药水调配，破冰是它们两个的结合，软化也是这两个的结合。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软化已经到了80%了。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80%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看细节。那我一般呢是拉10到15根头发，那3-2根肯定是扯不出效果的，3-2根就算你不软化，它都会有弹性10到15根头发，10厘米为一段，拉长20厘米一次。那2次能看到它这个上面是有这个小波纹的，这个波纹差不多在3圈左右就 OK。这种状态就说明已经软化到80了，那我就可以进入去冲水。现在呢，我们先将头发冲洗干净。那洗发水洗完之后，头发可能会比较的干涩，那我们再去做一个营养的填充就可以了。好，那现在呢，头发已经冲洗完成了，然后要做一个烫中修复不论头发受不受损，那我们基本都是会做烫中修复的。这个烫中修复呢，它可以让我们烫完头发的质感会更强。那现在呢，我在这个小盆里边倒的是小分子修复原液，然后再来添加一点点的隔热乳。小分子原液呢是1份，隔热乳是0.5份，然后我们再加入30分的热水进去。这个水就正常的温热水就好。好，搅拌一下可以。然后现在呢，我们开始来去做浸泡。像这发根泡不到的地方，我们就用手向上撩一撩，尽量让它从发根到发尾，所有的头发都能浸泡到营养。像这种浸泡呢，一般来讲的时间呢是5分钟那如果说头发软化一不小心过掉了，那你可以泡10分钟或15分钟。如果说头发是特别抗拒健康发，软化是正常状态，那你也没必要停留那么久，直接泡上去淋到每一根头发上。这个泡完之后我们是不冲的，直接包毛巾做起来吹干。因为它是小分子营养，所以它的填充性非常好，一点都不油，所以吹干之后头发也不会有油腻的情况发生。如果你要用 LPP 之类的去泡，那头发肯定会特别油，所以那种泡完之后要冲掉。但是你一冲掉它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呢建议用小分子营养，泡完之后不用冲，而且头发的质感也会比较强。之后我们是不冲的，直接包毛巾做起来吹干。
因为它是小分子营养，所以它的填充性非常好，一点都不油，所以吹干之后头发也不会有油腻的情况发生。如果你要用 LPP 之类的去泡，那头发肯定会特别油，所以那种泡完之后要冲掉。但是你一冲掉它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呢建议用小分子营养，泡完之后不用冲，而且头发的质感也会比较强。它已经冲完水啊，冲完水之后我给它稍微吹干了一下。那么因为我要烫稍微大一点的波浪啊，而且呢它发尾的头发的状态又不是很好，毕竟是一个烫染过2、3次的，所以呢它这个头发发尾的地方我需要控制一下水分，因为它吸水力太强了，所以呢我需要稍微把它吹干一下，但是又没有吹全干，我又想保留一点点的水分，所以这个水分大概在7到8层啊，7到8层的水分。然后呢一会儿卷杠时我还会再喷一点水。如果纯湿发去卷，那么加热时间就会变久，加热时间越久，烫完的地方发尾就会越干，所以像这种受损发，我们都需要控制水分来去排杠。全头都是26号杠，然后呢，在这个水壶里边，那我也有加了一点点的小分子营养，还有隔热乳进去。那么小分子营养按压10到15下，隔热乳按压3到5下，然后把它摇一摇，摇均匀，把它摇化掉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边喷湿边卷杠。景区采用 U 型区划分，这个 U 型区是杠子的8分宽，所以在分区时，我们可以拿杠子来进行去做一个测试。如果你分得太宽，两边的地方是烫不到的。顶区 U 型区划分过后，两侧地方从顶点划分到耳后点，这个为前侧区。后侧区的地方，那在最底下长度区是采用一个半圆形划分。那么这个半圆形划分呢，其实我也不会卷到发根儿啊，就这个地方呢，我会稍微的保留一点点啊。那这样子烫完之后呢，这个地方它不会那么蓬松啊。就如果说我要卷到发根儿，烫完之后这个位置太蓬松了，那么顾客也是不好打理的啊，而且太蓬松也不好看。所以这个地方呢，想起到一个收紧的效果，然后采用半圆形划分。我底区卷杠的手法呢叫做半重叠，那么把发尾的地方啊可以稍微的甩出去一点点，甩出去1/3就可以了，然后向上。那么在卷的时候，发尾因为受损，所以你不要过于用力，从这个位置以下我们都是正常卷上去，卷紧就可以，越到发根用的力就越大。我卷的方向是向后，底区这两个呢呈现一个8字的状态。我们的上卷方向是一前一后，那你看我这根是向后卷的，那我这根就向前。这个发片要按照发量来划分啊，如果发量多的，那我们也可以一层卷5根杠子。像它这个发量呢，那我卷的是4根。如果发量比它还少的，那可能卷3根啊就够了。后侧骨梁区这个部分，我们采用3角划分，所以大家能看到现在呢，它是有5个发片，这5个发片呢，它都是由不同的3角来组成的。因为我想要这个位置它会更饱满一些啊，所以呢，在这个区块，那我会采用3角划分，这样烫完之后更贴近于发根。那么这个手法采用的手法叫做片状缠绕。那刚才我们是从发尾向发根卷，那现在我是从发根向发尾卷，所以整个发型是由3个手法的组合：半重叠、片状缠绕和重叠，3个手法的组合。片状缠绕是我们先包上一张烫发纸，然后把杠子放到下边，用你的食指按住它，转过来。转过来之后，那我的发片呈现水平状态，尽量不要倾斜。那这个时候我可以用梳子把下边的发片稍微梳一下。OK， 继续再转过来，我上一片压住下边这一片的1/2，直接再包一张烫发纸。为什么要包2张烫发纸？那么我们第一张发纸起到的作用呢，叫做聚拢。它可以让我发根的地方烫完之后弹性会更足一些，所以我的烫发纸是没有扯下来的。那我发尾包这个呢，它是锁发尾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这2张烫发纸它都有这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一区卷的就要贴近于发根一些，直接压住我们斜下方的这个角。整个后区的方向特别是在这个骨梁区还有枕骨区的这个地方，依然采用的方法是交叉。那这一边呢，我要换另一只手来操作，用这一只手夹住我们的发片向后。
顶区这里呢，我们采用锯齿划分啊，然后上卷的手法是重叠。因为顶区这个地方头发的长度，因为层次的原因，所以它不是很长。这个时候我们卷重叠就可以了。因为重叠烫完的花型它是比较散乱的，所以呢，它整体的上边的这个蓬松度啊会更强一些。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杠子呢，全头都已经上卷完成啊，采用了3个上卷手法。下边呢用的是半重叠，然后中区呢用的是片状缠绕，一个是从发尾向上卷，一个是从发根向下卷啊。然后最顶区的这个地方呢是重叠啊，所以它整个烫发的排杠跟我们的裁剪呢，它是互相搭配到一起的。那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进行加热。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做好了隔热，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准备用硅胶棉来去包住它，因为我们上面卷了重叠嘛，发尾它在最里边，发根在最外边，那发尾地方它受热是最多的，那么发根受热是最少的，所以很多人烫完之后发根不卷呢，发尾就比较卷，那可能也是因为上边的热度没有达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用硅胶棉，因为硅胶棉它的锁水能力极强，它是一个恒温的，它可以让我们的水蒸气一直在内循环，保证发根跟发尾的头发它的这个水分、水蒸气以及它的温度啊都是一致的。这边它是一个比较长的一边，然后这边是短的一边。那把长的这边呢，我们要放到橡皮筋的这个位置，这样才不会出印子啊。把它张开的大一点，然后夹进去，这样子我们一些碎发啊，它就不会翘。而且烫完之后呢，它就比较有质感，尽量把这些碎发都给它包进去啊，烫完比较有质感跟光泽。我们这个模特呢已经正在加热了啊，跟大家说一下我加热的温度以及时间，还有我包棉的次数。这个头发在加热的时候呢，我会用100度啊，然后呢加热的一次时间是7到8分，包棉会包2次。那么也就是说2次7到8分，这个夹子是一直都在这个杠子上的。那么2次7到8分之后，我会把这个夹子给它拿掉，拿掉之后它还会有水分，所以我需要再持续用100度7到8分。把它夹干啊。那因为头发是一个塑形能力比较正常的状态，所以我的包棉是包2次。但如果说你像细软发，它就不容易有卷，不容易出卷，那你也可以包棉包3次。那你像健康发，那健康发可能不用包棉都容易出卷，那你也可以不包棉。所以这个包棉呢，它并不是绝对啊，就你可以包可以不包。这个呢，它是取决于头发的塑形能力啊。那像它这个头发就是塑形正常，发尾会比较收损。所以我控制了水分，然后包棉呢我会包2次啊，所以呢这个是我这个包棉和加热的一个状态。好，那现在呢是我们这个模特头发已经冲完之后的一个状态啊，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打，只是正常的冲干净。那我们一般上完地形之后呢，就不打洗发水了，因为呢刚刚在软化的时候已经打过1次了。那现在呢，我来给它做吹风造型。那么很多人说，哎，这样的头发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吹，就湿发的时候看着好像挺好的，弹性也挺好的，但是一吹干之后就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或者是吹完之后又比较的毛躁，然后又开始
始喷水。所以呢，在我们造型的时候，这样的发型它是有一点点技巧的。那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造型时我们都需要注意哪几个方面啊？那么首先，造型品，第一，在造型品当中呢，我会用一点点的精油啊，涂在它发尾的这个地方。那么尽量采用一些湿发精油，因为这种湿发精油呢，它没那么的油啊。如果你用的精油太油的情况下，吹干之后头发就会像没洗干净一样的状态。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已经拿吹风机开始在后边就吹头发了。那么在吹头发时呢，我是建议把头发放到前侧，然后找到我们想要的纹理和形体的状态再去吹，这样子跟我们想要的结果呢，它是没有差别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卷度整体的一个弹性啊，因为拳头呢下边的杠子我用的是26，然后上边这一层我改了用几个28的杠子，因为26我觉得它有点太小了，我想要大波浪的感觉。如果太小的波浪呢，其实跟它这个年纪是不符的，而且会显得有点老气啊。然后在烫发的时候，你看这个刘海。那么这个刘海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样的 S 的形状，这个状态就比较有氛围感了，我们吹完之后才会有这种复古港风的效果。如果你刘海这个地方太直就不好看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给它烫一个 S。 那刘海这一根呢，我用的是26号，烫完就是一个 S 的一个效果，上卷手法就是重叠，然后上去这个地方的花形纹理也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有几大关系，第一关系啊，就是因为裁剪时我的层次在这里，所以它上面就很容易就出卷。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上面的软化会比较足够一些啊。然后第三个原因，卷杠子的时候上侧我用的力度会大一些，所以上面整体能看到它是比较有弹性的，然后比较有纹理状态的。那如果说你上面直直的，下面都是卷，那它就会比较老气了。我们的卷儿一定是要向上走才年轻，卷儿越向下它就越成熟。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烫头发，很少有人说在这个地方烫很多小卷的，除非说你烫一个弯儿，烫一个造型烫啊，那可以。但如果你要烫卷儿的话，尽量把这个卷儿在上部分呈现啊。烫卷儿的目的是为了修饰脸型，如果说你的卷儿都烫到这个地方，它修饰的就不是脸了。所以我们要烫到这个地方，它才能修饰脸型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来进行做吹风造型。那么在吹头发的时候，尽量温度不要太高，因为有的人吹风机温度超级高，温度太高，一直在一个地方吹，头发会碳化。碳化呢，就是指头发会发灰发白，就不要过于高温啊，中温状态下。那么风力呢，也是中风啊，就不要太大风，因为这个头发它上一次裁剪的时候，挑亮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所以它碎头发还是有的。那如果说你用的风力太大，它可能也会比较的毛躁啊。所以就中风中温，我们先吹发根的部分，再吹发中的部分，再吹发尾的部分。那我们用手比一个 OK 状啊，这样的一个 OK 状。那把头发一分为二，二分之一的地方，用你 OK 的 O 比住二分之一的地方啊，比住这里，然后上侧。就手向上稍微抬这么一点点，然后吹风机开始吹。我这只手是不动的，但是我的吹风机在动。好，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吹干了啊，但是呢，外表呢，我又稍微的喷了一点点的水啊，因为它太干的状态下打泡沫发蜡，吸收不是很好啊，所以呢，我现在吹完之后稍微喷点水，打一点点的泡沫发蜡，不用太多啊，就左右各一个鸡蛋大小就够了。还有泡沫发蜡不要这样子直接从发尾抓上去啊，它一定是从里边、侧边、后边，哎，这样子给它抓进去。
然后前侧这个地方呢，因为烫了有1圈半差不多，所以它是一个 J 型，就是比 C 型稍微多一点。然后放在前侧刘海前额这个地方，它就会比较有这个氛围感一些啊。然后它这个下边的状态呢，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这个上边的卷儿会比较明显一些啊。然后它整体这个位置也会比较的蓬松，因为这个剪了一个高层次的原因。然后再来侧头看一下侧区，那么侧区这个地方啊，它的波纹状态啊是一个大的一个波纹状态，上面用的是28号，下面用的是一个26号啊，这2个叠加而来，然后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发型。接下来呢，我就开始给模特准备进行去拍照。那这款发型呢，其实它平时半扎起来也好看，戴个帽子也好看啊。然后平时把一侧掖到耳后也好看。所以像一些女孩子，她不想烫造型烫了，因为造型烫已经流行很多年了。然后她也不想烫那种满头都是卷儿的，因为太老气了。她想烫一个比较复古港风的，那和她平时穿衣风格比较搭配的。那可能有些时候画一些什么欧美妆的呀，那都可以给他去设计这样的一个发型。